我把房卖了，房子现在不保值了，钱在手上才是真的。把房子卖了？啊？那怎么办呀？我也把房子卖了呀。哎呀，那现在咱们两家都没有房了呢。林巧，你疯了吗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那你卖房的时候跟我商量了吗？那能一样吗？我是为了结婚后的投资，我是为了咱们家好。巧巧，宝贝儿，你肯定是跟我开玩笑的，对吧？行了，我还要上班，别在这儿跟我唧唧歪歪的。我和男友是朋友介绍认识的，恋爱前就交了底。巧巧，袁绍这小伙子踏实，跟你一样，都有全款车房，父母也在外省，以后你们都在这儿发展，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本想着各方面都相当，恋爱1年来感情也稳定，于是顺利的订婚，准备1个月后结婚。没想到，宝贝，我把房卖了。为什么？房子现在不保值，还在不断贬值，钱可以用来投资，钱生钱。再说了，我们马上就是一家人了，一个城市2套房子多浪费啊！你房子卖了，结婚后我们住哪里呢？宝贝，你不是还有1套吗？我们结婚后住你那儿就行了。陈律师你好，快请坐。陈律，这还有1个月就要结婚了，他没有任何商量，没有任何预兆的把房子卖了。虽说我应该理解他，毕竟是他自己的房子，但这事儿我心里总觉得不得劲儿。你确定他真的有房子吗？我看到过房本的。那你看到过盖章登记了他姓名的房产证吗？看清楚里面的内容了吗？房产证，我好像真的只看过外面的壳子。巧巧，你看，这就是咱们在城市扎根的底气。哎呀，这东西有什么好看的？走，带你去看电影，庆贺一下。他平时投资怎么样？没怎么听说他玩投资。平时赌博吗？或者有外债吗？也没听说过。不确定，没听说过。林巧，你们都要结婚了。我们除了第一次见面时稍微聊了下，之后就没聊过金钱方面的情况。我也不是乱猜，但我们平时看得多，结婚主动要求去女方家住确实不太常见。你自己多长个心眼吧。那我就试探试探你。宝贝，我想了想，你说对，房子确实不保值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宝贝，还是你懂我。这2天你不理我，我还以为生气了呢。巧巧，你真的是全天下最好的老婆，之前是我误会你了。全天下最好，我看是全天下最方便让你算计的傻子。不过结婚的话，我们得租房了。租房也行，你是想把你那套房租出去，用租金抵咱们的房租吧？我的租金用来抵房租，这种话他是怎么说出口的？以前我觉得独立就是不花男人的钱，现在看我真是傻透了。反正这婚我也不想结了，那我就看看你到底还藏了多少真面目。我已经把房子卖掉啦。林巧，你把房卖了？是啊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你疯了吧？怎么啦？别闹，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赶紧取消交易。怎么啦？手上有钱，咱租房就行了呀，说不定钱生钱，能赚到更多钱呢。你会投资吗？宝贝，我是想说，咱们总得有个家呀，以后孩子读书也需要那套房落户，你那位置是上好的学区房，咱得留着。听话，手续肯定还没办好，咱终止交易就成了啊。市区学区房，他说的很有道理，可他忘了，他的房子就在我隔壁小区，学位甚至比我的更好。宝贝，要上点心啊，快些处理好。自相矛盾，袁绍，你到底在掩盖什么？哎，王哥，你最近有空吗？巧巧啊，
有空有空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和袁绍不是快结婚了吗？我想着得单独请您这个介绍人吃个饭，表示感谢。林巧，恭喜啊，你跟袁绍总算要修成正果了。是啊，那么凑巧，你就介绍了我俩认识，又那么凑巧，我们就要结婚了。巧巧，你这语气可不对啊！你以为你们那是纯属凑巧？告诉你个内幕，袁绍那小子啊，早就对你芳心玄许了。当初是他求着我介绍你们认识的。是吗？嘿，林巧，你可别不信啊！本来吧，我原本也是答应了袁绍不告诉你的，但是吧，我觉得那小子就是闷，不会表现。明明早就喜欢你，喜欢的不得了，偏要在你面前装出一副相敬如宾的样子。哦，是吗？那可不是，当初他在我这儿看到你照片，非缠着我偷偷看了你的朋友圈。当时我也以为他就是一时兴起。老王，这女孩能把她朋友圈推给我看看吗？行啊，谢谢王哥。你小子行啊，怎么悄悄把车和房都买好了？王哥，你能介绍我认识认识上次那个女孩吗？怎么突然要介绍了？林巧那么优秀的女孩，我要是不努力一点，怕是一点希望也没有。所以吧，这小子真是个闷声干大事的，他对你那绝对是真爱啊！真爱，原来从第一次见面开始，就是他精心谋划好的列局。真没想到啊，我还以为他是觉得年龄到了，各方面合适才和我在一起的。林巧啊，你可不兴这么误会他。我也觉得我今天说出来是对的，不然你要误会他到什么时候？来，祝你们长长久久，幸福美满，干杯！到了碰杯酒，接收祝福，随他走。我也真是很少来这儿，每次来也都没处闲逛，毕竟这地方确实没有什么逛头。反倒是袁绍，整天赖在我家，一待就是一天，非得磨蹭到休息才肯走。我怎么不知不觉的就走到这门口了？你好，你是旁边的邻居吗？我不认识这个女孩，可她从我未婚夫的家里穿着睡衣走了出来，那种感觉就像是被人当面狠狠扇了一记耳光，任谁发现自己被戴了绿帽，都笑不出来。我之前好像一直没在这儿见过你。是啊，我才搬来的，你是这儿的住户吧？以后多多关照呀。才搬来？袁绍前2天才说刚卖房，这么快就交房入住了？哎，这不是袁绍的家吗？联系人赵先生，这不是袁绍的名字，连电话号码也不是袁绍的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赵先生，我看到你在锦绣小区有一套房出售，房间还挺好看的样子，可以现场看看房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房子这2天刚刚卖出去，你是看到小广告了吧？我还没来得及去撕呢，真是抱歉。没关系。对了，刚刚我好像听到小区里有人说8栋906也要卖房，但我没看到消息。您同是业主，有看到什么联系方式之类的吗？哈哈，那就是我家呀。不好意思，打扰您了。那是他的家，那袁绍算什么？他的房本，他的承诺，全都是假的。这2天我没联系他，他也不联系我。也是，我们平时就这样相处，各忙各的，从不热烈，甚至有点客气。怎么样，处理好了吗？还在执着房子的事情。不行了，还是得卖。
为什么？因为之前签了合同，我不懂那些，违约要赔付的资金太高了，不划算。有多高10万。怎么这么高？我当时想着，反正要卖了，对违约金没太注意。可以不执行吗？不行咱就打官司，这钱不能白给，我去问问。去问问，看你能问出什么花来。有完没完？大半夜的发什么疯？10万块就让你急成这样，真是恶心。喂，巧巧，我刚才帮你咨询了一下，因为合同里约定了违约赔偿金，所以胜诉的可能非常低，而且律师费可能也要上万了，确实不划算。不过我这边正好有个靠谱的朋友带我做投资，收益特别高，要不你也把卖房的钱拿出来，咱们一起投进去。不用了，我不会投资，也根本不想碰。现在已经12点了，我很困，要睡觉了。是，那你赶紧睡吧。让我一起投资，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不仅算计我的房子，连我卖房的这笔钱也想一口吞下去。宝贝，昨天我爸妈知道我卖了房子，把我狠狠骂了一顿。他们说我一点也不知道轻重，还骂我哪有人结婚没有自己的家的。我想了一夜，觉得他们说的对。咱们好歹也要结婚了，在这儿定居没个自己的房子怎么行？有个房才算有个遮风避雨的家呀。所以我决定再去买个房子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是吗？你也觉得好吗？那我们今天就去看看房吧。只不过我了解了一下民法典，为了让你更有安全感一些，买房我们双方各出一半吧，这样我们份额各一半。万一以后咱们之间的关系真有个万一，也不会让你吃亏。为了我的安全感，让我卖了全款房，拿出一半的钱去跟你还房贷，还要承担万一的风险。袁绍，你真是把无耻包装的滴水不漏。宝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很不好。袁绍，我们分手吧。分手？林巧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没开玩笑。林巧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这种时候，你居然想的是我在外面有人了？袁绍，我去了锦绣小区8栋906，那个房子卖了。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卖了吗？你还特意跑去看。林巧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疑神疑鬼了？很巧合的，我遇到了新房主，还遇到了老房主。那个房子从来就不是你的。林巧，你居然查我！是，房子确实不是我的，但你以为我买不起房吗？我对你那么好，我以为你是不同的，没想到你跟其他女人一样物质。你说的对，我是物质，你不物质，所以我们不合适。林巧，你不要开这种玩笑，咱们还有半个月就结婚了。家里的亲戚全通知好了，现在你说分手，你让双方老人的面子往哪儿放？别闹了，闹开了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选我？不就是家里催婚，你需要个结婚对象，而我刚好出现了吗？这一年我让你在你家里做足了面子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宝贝，房子嘛，咱又不是买不起。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咱们两家凑凑，一起买一个，这不就结了吗？30岁没人要，除了你没人敢娶。严少，你这种骗子哪来的底气贬低我？巧儿，刚毕业不准谈恋爱，先拼2年事业，男人只会影响你进步。巧儿，25了，公司里真没个条件好的追你。过完年都26了，你对自己的人生大事得长点心了。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明天这个必须给我去见。你都28了。我那时候总想着，只要结了婚，这一切唠叨和压力就都结束了吧。分手容易，
可这婚事早就人尽皆知了，不结婚了我自己倒是无所谓，可是爸妈还是回家一趟吧。巧儿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？之前不是说要结婚前2天才回来的吗？想你们了。老林，快看谁回来了，多煮点饭，把那几个大菜都整上。哎，知道了。要怎么跟爸妈说呢？关系处到最后，所有人都会成为这样亲密的合作伙伴吗？你看这小脸儿都瘦了一圈了，多吃点。就是多吃点，回家了就得好好补补。好。巧儿，你这突然回来，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？跟袁绍吵架了？妈，我和他分手了。是因为什么？袁绍，他是不是做了什么不好的事？他压根儿就没有房子，他那个房本是假的。前段时间他骗我说卖了房，是我鬼使神差跑过去看，才发现房主根本不是他。虽然我们家不是非要找个有房的，可他这是人品问题，骗人就是他的不对。相处1年了，这种大事没有主动和你坦白，还等着你自己去发现，这算什么？这妥妥就是骗婚，他这是把咱们全家当猴耍呢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巧儿，这多亏是你发现了，这要是没发现，谁能想到这姓袁的心机这么重啊？再说了，袁绍他为什么要骗人自己有房子啊？故意营造个有房的假象，他到底安的什么心？天哪天哪，我这当妈的，我真是不敢深想。骗婚？没房子，房产证是假的，连卖房都是骗局。好你个袁绍，看起来老老实实的，居然来骗婚我宝贝女儿！什么？那个臭小子居然是个骗子！分得好，咱们家不稀罕这种烂人。爸爸的话让我的心瞬间落了地，一时之间眼泪竟也不自觉地滴落下来。哎呀，不哭不哭，巧儿，咱不哭。对，别哭，这都什么人啊！幸亏是现在，这要是结了婚，那才是一辈子毁了。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可是爸妈，我倒无所谓。可是咱们之前亲戚朋友、邻里街坊喜酒的电话都打过了，这要是突然不结了，
那喝喜酒的事儿怎么办呀？这个混账东西，居然还拿我和你妈来威胁你！我去撕了他！找他废什么话？这种下三滥，多跟他说一个字都是抬举他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没看清人。这些请帖，我来撕，我去跟他们挨个道歉。嘿，你这孩子，这时候还考虑什么喜酒，考虑什么请帖呀？暂缓送个份子钱，少了别人大出血，他们可偷着乐嘛。就是，那帮老家伙天天在群里念叨李金贵，这下好了，一听不用随礼了，老张头估计得搁家里炒个花生米，高兴的喝上2杯。巧儿啊，其实你们分了也好。我看你这一年啊，你哪有什么谈恋爱的甜蜜欢快呀？我常常和你爸说，是我把你逼得太紧了些。你都29了，我看别人家的姑娘都当妈了，我就天天催你。要不是我天天塞那些相亲照片给你，你也不会勉强找了这么个烂人凑合。原来你一直都看在眼里，我以为我伪装得很好，我以为我表现得很幸福。哎呀，老林啊，我听说巧巧跟那个袁绍黄了，这请帖都发了，亲戚朋友可都定好假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巧巧脾气太倔，把人家小袁气走了？放你的屁！分了，是我们巧巧不要他了。那小子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以后少往我家打听，再敢瞎传，我明天就去掀了你家桌子。你爸骂的对，不办了，巧儿是妈没用。我想找你谈谈吧，又觉得自己天天催你也没脸说。每次看你对办婚礼听之任之，妈这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疼啊！妈，不怪你，是我自己蠢，想找个人凑合。巧儿，你看看你以前笑得多好看，这一年爸就没见你真正笑过。爸没用，爸不该催你。虽然我和你爸是希望你早点成家，结婚生子，但我们更加不希望你过得不开心。万一以后结婚了，发现不合适再离婚，孩子也跟着遭罪，你这一辈子就全毁了。摘不下来，我不想带着这个骗子的东西，我摘不下来。我们呐，还是希望你以后能过得幸福，找个你喜欢也喜欢你的人，两个人不用多轰轰烈烈，温馨平淡的相伴到老就够了。对，巧儿，听你妈的，只要你高兴，爸妈养你一辈子。妈妈，妈妈，对不起。成年人的情绪来得快，过得也快。我趴在妈妈怀里，哭得稀里哗啦。
可突然感觉自己都30岁的人了，还在爸妈面前哭成这样，真的好尴尬。爸，你抬着手干嘛呢？老林，你这是练气功呢，还是跟这儿当辣椒呢？我这不是刚才巧儿在哭，我这不是怕我手上的沫子蹭到巧儿身上吗？行了行了，沫子都干成胶水了，还蹭呢。你赶紧去把手洗了，顺便把……我的水费！浪费了，都是钱呐，都可以给宝宝买个烧鸡了。这地板又得花不少钱。听见没？你爸这是心疼钱呢。巧儿，别理他，让他慢慢在这心疼。好，听妈的，不理他。回去了别整天吃那些外卖，油大还不干净。想吃什么自己买新鲜的，听见没有？爸，够了，真放不下了。在家睡了安稳的一觉，吃完午餐就得赶下午的高铁回工作地了。巧儿，你回去了，只管安安心心的好好工作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。家里的事儿，那些亲戚朋友，我和你爸会一个一个亲自去通知解释，你不要操心。妈，对不起，又让你们操心了。傻孩子，胡说什么呢？咱是及时止损。不过，巧儿，你一个人在外面，千万要小心一点啊！妈，怎么了？你这孩子就是太单纯。那个袁绍，平时我们也不太了解，可你瞧瞧，他连房子这个事情都要骗你，难保他的性格不是假装的。更何况，他知道你的公司，还知道你家的密码。你一个人在外面住，回去了第一件事儿，必须把门锁密码改了，千万不能大意啊！袁绍！走吧，该去高铁站了。我妈说的对，袁绍这个人，通过这几天的事情，才发现他并不是我以为的温和有礼的模样。不，光是修改密码根本不够。袁绍了解我的作息时间，就算改了密码，他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堵我。以我一个人的力量，我没有任何胜算。喂，张经理吗？我是临江苑8栋902的业主林巧，我现在要挂牌卖房。对，立刻，马上。哎呀，林女士，您那套房地段那么好，之前不是说留着当婚房吗？怎么突然要卖？而且您这计划有变，价格，我只要求最快速度成交，只要买家付款快，价格可以再商量。行，既然您诚心卖，我明天一早就安排人贷款。只要有人看中，3天之内我必须拿到定金，麻烦你了。好在这房子是我之前小小发财了一笔，靠自己全款买下来的，这些年手里也攒了些余款，等把这套房出手了，正好凑一凑，换个离它更远、更好的楼盘。而我现在绝对不能回家。林巧，你昨晚去哪里了？我在你家里等了你一夜，你也没回来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凭什么不经过我的允许就进我家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你老公。打住！我们既没有办婚礼，也没有领证，你算哪门子老公？我们都要结婚了，你现在说这个，你就是想赖账。况且我们已经分手了，现在我们的关系顶多是前女友、前男友的关系。分手？哼，林巧，分手这件事儿，我同意了吗？
没同意，咱们就没分手。你少在这给我耍大小姐脾气。袁绍，看来你还是没搞清楚状况。我今天站在这里是在正式通知你，而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。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们都已经分手了。林巧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所以你就这么物质吗？啊，我不过是说为了咱们的未来，为了买新房子，咱们双方各出一半，这有错吗？你转头就要跟我分手，你有没有顾及过半个月后就是我们的婚礼？你把房子卖了，婚房没了，我为了大局考虑，想跟你在房表上各占一半，万一以后有点什么事儿，也不让你吃亏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居然半点面子都不给，说分手就分手。林巧，你太自私了。面子，大局，袁绍，你到了这个时候还不忘在大街上扮演深情受害者？你真以为全天下的人都是任你摆布的吗？袁绍，你可真会颠倒黑白。你所谓的为了未来，就是从一开始就瞄定目标，自己明明是个连落脚地都没有的穷光蛋，却要营造出有车有房的成功人士人设。你怕自己的谎言被拆穿，又骗我说自己把房卖了，好名正言顺地搬进我的全款房。最后发现我要卖房你编不下去了，才告诉我结婚没房就是没家，逼着让我和你一起5-5分买一个新房。严少，你是把人都当成傻子吗？还是你觉得女人都是重感情的，只要结了婚，一切都是好说的？我没有，你胡说八道。又或者说，如果不是这次真正的房主决定卖房，你打算用那个租来的房子在我们面前装一辈子，骗一辈子，对吧？我还不是因为太喜欢你了吗？要不是有房这个条件，林巧，你这么挑剔一个人，要是没房，你会看上我吗？况且，我们完全可以将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。现在我们又不是买不起房，你还有什么好计较的？一笔勾销，骗婚被拆穿了，还说得像自己受了多大委屈似的。这男的脸皮真厚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两口子吵架呀？我有说过我要找个有房的吗？况且，原来你也知道，你自己除了一个假的有房人设，是真的没有别的魅力啊。谈个恋爱而已，还要天天假装人设。袁绍，天天戴着面具演戏，你不累吗？林女士，好消息，有对年轻小情侣看中您临江苑那套房了，买家是全款，资金随时可以到位，没什么大问题的话，今天就能定下来。您看现在方便上门带他们看看房吗？方便，我带着钥匙，现在就带你们过去。天哪，这什么味道？怎么跟垃圾场一样？真的抱歉两位，这个房之所以要卖，就是因为我的前任一直要死缠烂打的骚扰我。这几天我因为害怕根本不敢回家，我是真没想到那个无赖居然把我的家搞成了这副鬼样子。原来是这样，这前任也太缺德了，这是恶意破坏吧？不过你们放心，这个门锁和锁芯成交后立刻就可以换掉，我只是不敢一个人上门，所以之前才没来换。你们可以看看其他地方，虽然客厅和厨房乱了些，但是这间主卧和旁边的次卧墙体、采光还有基础设施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姐姐，你放心，我们也是刚出来打拼的小情侣，看得出这房子本身底子特别好，我们不会被现在这个狼藉的场面驱退的。对，这地段和户型我们真的很中意，只要底子干净，等我们买下来，自己重新换个锁，
找保洁里里外外彻底消个毒，就跟新的一样。姐姐，我们确实挺满意的，就是看这个客厅被搞成这样，到时候清理消毒，还有你说的换一整套智能防盗门锁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这房子放在这里，我是绝对不敢再住下去了。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必须今天成交。妹妹，我理解你们的顾虑，我跟这房子也是缘分尽了。在昨天的挂牌价上，我直接再少2万，再多我也是真的优惠不了了。那谢谢姐姐了，您看什么时候可以签合同？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走资金监管把合同定下来？现在就可以的，合同走完，我们马上办过户。周先生、肖女士，你们真是捡了大便宜了。袁绍，你那些断断续续像臭水沟里老鼠一样的骚扰，在这一刻再也伤不到我分毫了。房款全到了，这个房子是我毕业后没日没夜的加班熬夜，吃着最便宜的外卖，好不容易攒下第一笔钱，再加上小小发财了一笔才买下来。这个房子承载了我整整20多岁努力工作买房的记忆，而现在它成为了我的曾经。袁绍，你继续当你的阴沟老鼠吧，而我已经往前走了。袁绍，你还真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林巧，你给我开门！你改密码算什么本事？砸什么砸？大白天的你敲鬼门呢？你是谁啊？我是林巧的老公，你是哪个野男人？为什么会在我老婆在家里？老公，真是有病！这房子已经被我们全款买下来了，合同都签了，你算哪根葱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这是林巧的婚房，她怎么可能卖掉？你们合伙骗我！骗你？不信你现在去问物业，看看业主名字是谁。我警告你，你现在这是私闯民宅和寻衅滋事，识相的立刻给我滚！再敢砸门一下，我立刻报警！报警！宝贝儿，你看，我去买个房就是了。以前的事咱们不提了，我们结婚吧。不了。宝贝儿，你别跟我使小性子了，成不成？咱们之间的问题归根垫底不就是一个房子吗？我去买一个就是了，就让这个事情过去，咱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袁绍，你那么聪明，应该知道我们之间的根源是欺骗，而不是房子。巧巧，我那不是……怎么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想用一句轻飘飘的为了未来来掩盖你的自私和欺骗吗？虽然我之前是不对，但是我是爱你的啊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也不会把自己搞得这么卑微。林巧，我们在一起都这么久了，我爸妈都很满意你。你想想，跟谁谈恋爱不是谈，跟谁结婚不是结，车子、房子、票子，谁不是结婚后两个人慢慢拥有的？万一以后你再遇到的人比我更差呢？袁绍，你再来骚扰我，我立刻报警。正如你所说，和谁结婚不是结呢？但如果是一个留下案底的男人，你说那又是什么情况呢？你，林巧，你狠！哎呀，林巧，林巧，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刚来怎么就走呢？这袁绍也在，大家都是老朋友，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谈？
王哥，我今天来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但我没想到你居然还会带着这种人来恶心我，请让开，我还有事儿。林巧，就给我5分钟，就5分钟成吗？林巧，你这是怎么了吗？我都听袁绍说了，说到底都是一些小问题，两个人把话说开不就好了吗？小问题，王哥，你管从头到尾的欺骗叫做小问题？我以前觉得你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三观。我也已经骂过他了，真的，林巧，你得相信我，我把他臭骂了一顿。但是他现在也已经买了房了，不管以前怎么样，这算是找补到位了吧？对，买了，位置特别好。乔乔，你就看在我这么舍不下你的份上，再考虑考虑吧。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，最开始袁绍到底是怎么看到我，又怎么会看到我的朋友圈的呢？是因为你把我们这些女生当成资源，向她们炫耀了吧？看她心虚的样子，我的心彻底凉了。原来在这个所谓的朋友眼里，我不过是她社交场上的一个物件，一个筹码。你把我暴露在了有心人的眼里，我原本也并没有想要怎么样。巧巧，你这话说的太难听了，我那是好心，可你现在这些劝我的话，大概是忘记了自己不只是袁绍的朋友，还是我林巧的朋友。我不要求你和我共情，只求你别插手，别帮他对付我。这么一点点小小的要求也是难为你了吗？还有你是真的想进去吗？放开我！我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！算了算了，女朋友多的是，回头我再给你介绍就是了。你现在也真的买房了，不怕找不到的。这个就到此为止吧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林姐，这是下个季度的预算，您看一下。你好，哪位？巧巧，是我，你为什么要把我拉黑？你知不知道？预算放这儿吧，我一会儿签字。林巧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今年30了，你把房子卖了，你以为你还能嫁给谁？你这辈子都找不到比我更爱你的人。巧巧，我恋爱了，我新找的女朋友特别知书达理，小鸟依人，我们已经同居了，但我心里最爱的还是你。你只要回头，我立刻和她分手，好不好？进了黑名单居然还能把短信发进来，到底要恶心我到什么时候？林巧，我今天约你出来，其实是想跟你赔个不是。当年是我瞎了眼，把袁绍介绍给你，差点把你推进了火坑。王哥，过去的事儿就不用再提了，我现在和他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是有远见，早早抽了身，可我被他害惨了。我和他的关系现在已经彻底完蛋了。他后来买的那套房子根本就不是靠他自己的本事，他是背着高额贷款，还恬不知耻的找了我们这帮朋友，连求带骗，东拼西凑借了10几万，才勉强凑够了首付。找你们借钱买房，他当初可是在公司门口口口声声说他买得起。买得起个屁！他当时跟所有人承诺，只要和你结了婚，拿了你卖房的那笔全款，就能立刻把我们的钱连本带利全还上。他这根本不是买房，他这是拿我们的钱去赌你手里那笔卖房款。不知道是他对房子执念太深，还是他脑子坏了，始终觉得我分手是因为他没房。可不是嘛，结果呢，你根本不搭理他，他后来找的那些对象也全都没成，就凭他那点死工资，高额的房贷加上我们这帮朋友的催债，他一个人根本周转不过来。王哥，你再借我5万，只要我和林巧结了婚，
钱一到手，我立刻翻倍还你。杨少，就你这破房子，连我家一间厕所都买不起，你居然还敢跟我提结婚？陪你玩玩而已，你还真当自己是盘菜了？宝贝儿，不要分手，求求你，我不能没有你啊！这房子我自己住，你搬进来，咱们算同居。每个月房租你转我2500就行，比外面便宜。谢谢少哥，你对我真好。没办法了，他就去找不那么有钱的女朋友，有钱花，但是买不起房的那种。他就带着女生租自己的房，然后收女生的租金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他这样拆东墙补西墙能撑多久？撑个屁！借我们的钱一直赖着不还，女朋友换了一个又一个，我们就联名把他告了。现在他的房子被冻结，根本没法转户，他自己也成了失信黑名单上的老赖。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找了个富婆，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。是吗？我已经很久没关注过他的事情了。也是，他现在连给你提鞋都不配，你确实没必要再去关注这种垃圾。王哥，今天这顿算我的，明天公司还有个高管会议，我就先走一步了。不过是2年的时间而已，合不来的人做个点头是交就够了，没必要再标榜成朋友。公司组建分公司人马的时候，我主动报了名。我不再回头，而我的未来才刚刚开始。林姐，你真的决定要去分公司了？现在部门里大家都在私底下传，说你是不是因为害怕在同个城市再遇到袁绍，为了躲他才主动报名的？不是因为他。也是，那种老赖不配让你退让。不过大家都觉得你在这里根基挺稳的，去外地多辛苦。我是想给自己一个新的挑战，毕竟我现在无牵无挂的，可以说走就走。新城市代表着新机遇，分公司虽然远了点儿，但这次过去我可以直接接手新项目，这可是实打实的升职。你这孩子回来也不提前说一声，我好让你爸多买几个菜。我这不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吗？要是提前说了，我爸今天非得把菜市场给搬空不可。宝宝，我回来啦！老林，瞎喊什么呢？咦，宝宝，你在干什么？怎么今天没来门口接我？老婆子，今天买了你最爱吃的鱼，晚上给你露一手。哎呀，巧巧回来了啊！爸爸刚才没注意。哟，爸，您这刚进门，急急忙忙的喊哪个宝宝呢？我这你们俩，你们都是我的宝宝。哎呀，大半辈子的岁数了，当着孩子的面瞎胡说什么呢？我去杀鱼，今晚给我的宝宝们做红烧鱼吃。妈，你这吃水果怎么坐不稳呢？那个巧儿啊，你先吃着，你爸那个笨手笨脚的，连个鱼鳞都刮不干净，我去厨房帮帮他。哎呀，老婆，你掐我干嘛？下手这么重，女儿在外面看着呢。你还好意思说？多大年纪的人了，一进门就喊宝宝，也不嫌在巧儿面前丢人。嘿嘿，傻，在自家女儿面前有什么好丢人的？你在我心里
一辈子都是我的宝宝。有那么一刻，我好像真的看到了中年人的爱情。我想我是没有对爱情失望的，只是比起我妈妈21岁就遇到了自己相伴一生的爱人而言，我的爱人只是来得晚了一些而已。